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与已读乱回的粉圈现象，从好笑到好懂的文化思考。在当代娱乐产业的语境中，偶像与粉丝之间的互动早已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追随，而是被赋予了情感、经济、文化多重意义的复杂关系。社交媒体的发展，让这种关系被无限放大与加速，也让其中的浅层化、娱乐化问题日益显现。近年来，王一博作为新一代全能艺人的代表，凭借舞蹈、演技、赛车、综艺等多领域的努力与成绩，积累了极为庞大的粉丝群体。然而，围绕他的已读乱回现象却频频出现。所谓已读乱回，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即时通讯，而是一种粉丝在接收偶像信息后，却仅以浅层化、娱乐化的方式回应，未能深入理解其努力与表达的现象。这种错位互动在外人看来常常颇具喜感，甚至带有几分荒诞，但在背后却折射出偶像文化与粉丝文化的深层矛盾。时装周的黑白风格与被忽视的美学。在巴黎时装周的现场，王一博以一袭黑色外套叠搭白色蕾丝衬衫亮相。黑与白的对撞，不仅是时装语言中经典的极简美学，也展现了他在时尚态度上的成熟表达。黑色的冷峻，白色的细腻，在舞台灯光下形成了一种克制而又张扬的平衡。对于熟悉时尚语境的人来说，这是一种颇为大胆且精准的选择。既呼应了品牌风格，也体现了他对造型的独到理解。然而，部分粉丝的第一反应却是太帅了我老公，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外表的俊朗与气质的出众，而未能真正捕捉到他在细节上所传递的审美意图。原本带有深层美学意义的时尚表达，在粉丝的转译中变成了表情包与夸赞。这种表层化反应让外界看起来忍俊不禁，但也显露出偶像与粉丝在沟通上的断层。社交媒体的高速与浅阅读，社交媒体的本质是高速的信息流。王一博的舞台、时装周、赛车训练和影视作品，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能被推送到全球粉丝的手机屏幕里。但这种及时到达的优势，也让深度阅读逐渐缺席。在微博、抖音、ins 等平台上，信息往往以短视频、动图、热搜词条的形式传播。粉丝们在转发、点赞、评论时，更多是情绪化的表达，而不是理性的解读。比如一段他在后台准备的花絮视频，原本可能呈现他对角色的揣摩与团队的沟通，但最终流行起来的却是表情包，成为粉丝们调侃和玩梗的素材。这种碎片化的看见，掩盖了整体性的看懂。偶像想呈现的是完整的职业人叙事，而粉丝往往只截取其中最具冲击力的瞬间，结果就是已读乱回。信息确实被接收，但情感与意义却未真正抵达。见面会的错位与无奈。线下的见面会原本应该是偶像与粉丝缩短距离的最好机会。王一博在现场谈及自己的成长、训练与挑战，试图让粉丝理解光鲜背后的艰辛与努力。他谈到角色塑造的压力，也提到跨领域发展的不易。然而，现场的氛围往往因紧张与兴奋而变形。粉丝们聚焦在他的微笑、语气和互动小动作，反应更多是尖叫与鼓掌。偶像的叙述和心声，在此刻被淹没于集体狂欢。王一博本想分享内心，却收获了“啊好帅”的齐声回应。这一幕看似热烈，实则充满无奈。这种错位并非王一博独有，几乎所有偶像都面临类似的窘境。他们希望粉丝听见他们的职业思考，但粉丝更习惯于看脸课堂，表面是热情的互动，深层却是沟通的失落。光环与劳动，谁在被消费？
偶像文化的一大悖论在于，社会赋予偶像耀眼的光环，却很少有人关注他们背后的劳动。舞台上一个看似随意的转身，可能对应的是上百次排练；时装周上一件看似酷帅的服装，背后可能是团队与品牌的多轮沟通与筛选。偶像想要传递的是一种专业化的形象与价值观，但粉丝在表达爱意时，却往往把这种劳动去掉，只留下光环。当支持被简化为好帅好可爱，粉丝虽然在热情消费偶像，但实际上也在无意间消解偶像的劳动价值。偶像在努力追求职业化，粉丝却把他们拉回到脸谱化的前层认知。这正是已读乱回最深层的尴尬所在。从好笑到好懂，粉丝的升级课题。对于已读乱回的现象，外人看起来或许觉得好笑，但对于粉丝群体本身而言，这其实是一堂升级课。真正的双向奔赴，不应该停留在追捧与尖叫，而是需要更多理解与思考。第一，学会提问。当看到偶像的造型或表现时，可以问自己3个问题：他想表达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件事在他职业路径里意味着什么？第二，关注整体，不要只盯住一个片段，而是把一次走秀、一次舞台、一次作品放进他的长期发展地图去理解。第三，以作品为锚，真正能留下印记的，往往是作品而非热搜。无论是影视剧角色、音乐舞台还是综艺表现，都承载了偶像的努力与心血。讨论作品，才能避免情绪的漂浮。第四，建立反馈。比起成千上万次的老公好帅，一次有信息量的深度分析，才可能真正触达偶像，让互动产生价值。更好的双向奔赴。在流量时代，粉丝的热情是一种推动力，但如果缺乏理解，就可能沦为前层的狂欢。真正的双向奔赴，从来不是热搜上的数字，而是彼此的理解与成全。王一博所展示的是一种在多领域努力深耕的职业人姿态。他的舞蹈、赛车、影视与时尚尝试都需要粉丝去用心体会。若粉丝只满足于看脸，那么偶像的心声就只能停留在单向输出，成为已读乱回的笑谈。但如果粉丝能从热闹走向深度，那么他们不仅能更好地支持偶像，也能在追星的过程中收获自我成长。因为理解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考与共鸣。王一博故事的镜子效应。王一博的经历其实是一面镜子，镜子里映照出的不仅是他与粉丝的关系，更是整个偶像文化的缩影。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，偶像与粉丝的沟通显得脆弱。脆弱不在于缺乏互动，而在于缺乏深度。粉丝的反馈若停留在前层娱乐，那么偶像的努力就可能被忽视，乃至被误读。已读乱回的喜感背后，正是偶像劳动与粉丝理解之间的错位。这种错位值得每一个追星人深思。或许下一次当我们看到王一博出现在公众视野时，不妨多停留几秒，去体会他背后传递的美学与努力。追星不仅是情感的投射，更是理解的修炼。从已读乱回到真正读懂，这条路并不容易，但唯有如此，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才可能从表面狂欢走向深层共鸣。王一博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在娱乐至上的语境里，真正的支持并不是简单的呐喊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用心的聆听与回应。